今天我们来啃一块硬骨头，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讲透彻，但依然希望你听完有所收获。一上来，可能有人就会问：《国富论》写于200多年前，现在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了，读它还有用吗？其实，咱们日常纠结的很多事情背后的底层逻辑，亚当·斯密早在书里讲透了。比如，为什么同岗位有人工资高有人低？为啥有些行业赚钱容易有些难？政府该不该管物价？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这本书里。咱们先举个身边的例子来说明。早上你买了一杯豆浆，一个包子，从农民种大豆、磨粉，到包子铺货源增值，再到你手里扫码付款，这背后藏着分工怎么提效、货币怎么流通、价格怎么构成的逻辑，全是《国富论》里的核心内容。你可能没意识到，斯密讨论的不是老掉牙的经济学，而是普通人怎么看懂钱和生活的关系。再说说常见的误区，有人觉得这书是给专家看的，全是大道理。其实斯密写《国富论》时，特意用了很多生活化的例子，比如制针厂分工、面包师和屠夫的利润差异，就是为了让普通人能看懂。他想解答的核心问题特别实在，那就是国家怎么才能富，普通人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更重要的是，《国富论》帮我们避开想当然的误区，比如很多人觉得钱越多越富，但斯密却告诉我们，财富不是金银，而是能满足生活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就像一个国家囤了一堆黄金，却缺粮食、缺衣服，那不是真富。这个道理放到今天也适用。咱们理财看经济新闻时，别只盯着数字，要想这数字能换成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斯密的思路，从财富到底是什么开始，一步步拆解分工、货币、价格这些经济密码。搞懂这些，不管是看行业趋势，还是规划自己的工作理财，都能有更清晰的逻辑。毕竟，搞懂财富怎么来、怎么分、怎么增长，永远是咱们过好生活的基础。要读透《国富论》，咱们得先掰正一个最核心的认知，那就是到底什么是财富。这事要是没搞明白，后面讲分工、货币、价格就都容易跑偏。先说说斯密写《国富论》时大家对财富的普遍误解。那时候欧洲正流行重商主义，简单说就是金银多等于国家富，各国都把黄金白银当宝贝，要么拼命开金矿银矿，要么通过战争抢殖民地的金银，甚至出台法律禁止金银出口，就怕家里的宝贝少了。比如西班牙当年占领美洲，发现大量银矿，举国都在囤白银，觉得这样就能永远富下去。但斯密一看就觉得不对劲，金银能当饭当衣服穿吗？他举了个很实在的例子，如果有2个国家 ，A 国囤了一屋子黄金，却连年粮食欠收，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冬天连取暖的柴火都不够。B 国没那么多黄金，但农田肥沃，每年能产足够的粮食，工厂能织出暖和的衣服，家家户户都有安稳的住处。你说哪个国家更富？显然是 B 国，因为真正能让人们过上好日子的，不是冷冰冰的金银，而是那些能满足生活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粮食、衣服、房子、工匠的手艺、医生的诊疗，这些才是实打实的财富。斯密在书里明确说，财富的本质是国民每年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总量。这句话里有2个关键，一是劳动生产，没有人们动手干活就不会有商品；二是总量，不是某个人有多少，而是整个国家到底能提供多少满足大家需求的东西。比如一个农民种小麦是劳动生产，一个裁缝做衣服也是劳动生产，甚至一个理发师理发提供的服务同样是财富的一部分，因为这些都能解决人们的实际需求。咱们再往下挖一层，为什么重商主义会错？因为他把财富的工具当成了财富本身，也就是后来的货币本质是交换工具，就像你用手机扫码付款，手机里的数字不是财富，能买到的牛奶、面包才是。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印了很多钱，但商品没增加，结果会怎么样？答案是钱会变得不值钱，以前1块钱能买一个包子，现在得3块钱才能买一个，这就是通货膨胀。斯密早就看穿了这一点，货币只是流通的媒介，不是财富的核心。可能有人会问，那金银就没用了吗？当然有用，但它的用处是帮商品流通。比如你有多余的鸡蛋，想换一双鞋子，直接找有多余鞋又想要鸡蛋的人太难了，但你先把鸡蛋换成金银，再用金银换鞋子就方便多了。金银的价值全靠它能换到多少商品，要是换不到商品，金银就和普通石头没区别。这里咱们得特别注意斯密的一个重要区分，名义财富和真实财富。名义财富是你手里有多少钱，真实财富是你能用这些钱买到多少东西。比如10几年前100块能买50斤大米，
现在100块只能买20斤大米，虽然钱的数字可能涨了，但真实财富其实降了。这就是为什么斯密反复强调，别盯着货币数量，要盯着劳动能生产多少商品。再往现实里说，咱们今天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看的不是有多少外汇储备，类似当年的金银，而是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 本质就是商品和服务的总量。比如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不是靠囤了多少黄金，而是靠农民种出更多粮食，工厂造出更多汽车和家电，服务业提供更多医疗和教育服务。这正是斯密说的真实财富的增长。讲到这儿，咱们就能和下一部分分工接上了。既然财富是劳动生产的商品总量，那怎么才能让劳动生产更多商品呢？答案就是斯密接下来重点讲的分工。就像一个人单独做一件事效率低，把活拆开分给不同人干，效率会翻好几倍，这就是财富增长的发动机。咱们下一部分就具体聊聊分工到底是怎么让商品变多，让大家变富的。搞懂了财富是劳动生产的商品总量，咱们自然会问，怎么才能让劳动生产出更多商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劳动分工。他甚至说，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这话放到今天看，依然戳中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咱们先从斯密笔下那个著名的制针厂例子说起。他在书里详细记录，如果一个工人没有经过分工训练，独自完成制针的全部工序，从抽铁丝、拉纸、削尖到装针头、磨光滑，一天拼尽全力，运气好的话，一天能做出20枚就不错了。但如果把制针拆成18道工序，让18个工人各司其职，一个人抽丝，一个人拉纸，一个人削尖，还有人专门装针头、磨针尖，结果呢？人均日产量从20枚涨到4800枚，效率翻了240倍。这不是理论推导，是斯密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分工就像给劳动装上了加速器，能让同样多的人生产出远超从前的商品。为什么分工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斯密总结了3个底层逻辑，每一个都能对应到咱们的生活里。第一个逻辑是熟练程度提升，就像咱们常说的熟能生巧。一个人天天只干一件事，手艺只会越来越精，速度越来越快。比如面包店里的师傅，那个专门擀面的师傅，擀面的力度和速度会比既擀面又烤面包的师傅强得多。餐厅里专门切菜的墩子，切菜的效率和整齐度也远超过既切菜又炒菜的厨师。斯密说，重复的劳动会让动作形成肌肉记忆，不用刻意琢磨就能又快又好，这是分工提效最直接的原因。第二个逻辑是减少时间浪费。如果一个人同时干好几件事，比如既种地又织布，就得频繁换工具、换场地，来回折腾的时间全浪费了。分工后，每个人固定干一件事，不用再为切换任务消耗时间。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在家既做饭又打扫卫生，做饭时要洗锅碗瓢盆，打扫时要拿扫帚拖把来回换活，做的过程本身就很费时间。但如果2个人分工，一个人专门做饭，一个人专门打扫，整体效率会高很多。斯密特别强调，这种时间浪费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分工能把这部分浪费彻底堵住。第3个逻辑更关键，那就是催生技术发明。当人天天琢磨同一件事，就会自然而然地想有没有更省劲的办法。很多简化劳动的工具都是这么被发明出来的。比如制针厂的工人天天削针尖，可能会想出把刀具磨得更锋利，或者做个小模具固定铁丝，让削尖的速度更快。纺织工人天天绕线，可能会发明简化绕线的小机械。斯密说，分工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窄小的领域，更容易发现改进的空间，这也是分工能推动技术进步的核心原因。而技术进步又会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形成从分工到发明再到提效的良性循环。咱们再把视野拉大，看看分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今天咱们能享受到丰富的商品，本质上都是分工的结果。比如你身上穿的衣服，棉花由农民种植，纺纱厂把棉花纺成线，织布厂把线织成布，服装厂把布做成衣服，还有设计师设计款式，运输队把衣服运到商店。整个过程涉及上百个分工环节，少了任何一个衣服都没法顺利到你手里。再比如你用的手机芯片由专门的厂家生产，屏幕、电池、摄像头来自不同的工厂，最后由组装厂拼成整机，背后是全球范围的分工协作。斯密当年肯定想不到分工能发展到全球规模，但他早就看透了本质，分工越细，参与的人越多，能生产的商品总量就越多，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就越多。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分工不仅能提高效率，还能让普通人更容易掌握技能。
比如造汽车整体很难，造一辆汽车需要很多技术，但如果只负责拧螺丝、装轮胎，普通人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上手。这意味着更多人能参与到生产中，既能解决就业，又能让生产规模扩大，这也是分工能让财富惠及更多人的重要原因。讲到这儿，咱们就能自然衔接下一部分货币了。分工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每个人只生产一种商品，比如你只生产鞋子，我只生产粮食，咱们要交换商品，总不能每次都拿鞋子换粮食吧？如果我想要衣服，还得先拿粮食找到生产衣服的人，再看对方要不要粮食，这太麻烦了。于是就需要一个大家都愿意接受的中介，帮我们更方便地交换分工生产的商品。这个中介就是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货币。上一部分咱们聊到分工像小发动机，让人们能高效生产出更多商品。你专门种粮食，我专门做农具，他专门织布匹。可问题跟着来了，既然每个人只生产一种东西，怎么拿到自己需要的其他商品呢？这就需要交换，而货币正是从交换的麻烦里长出来的。咱们先回到没有货币的时代，看看物交换有多折腾。假设你是个种植小麦的农民，秋天收获了多余的小麦，想换一件过冬的棉衣。首先，你得找到一个正好织了多余棉衣的裁缝，这已经够难了。更关键的是，那个裁缝还得正好想要小麦。如果他家里不缺粮食，只想要一把铲头，那你俩的交换就黄了。你可能得先拿着小麦去找铁匠换铲头，再用铲头去跟裁缝换棉衣。要是铁匠也不想要小麦，你还得找下一个人周转。斯密在书里把这种情况叫双重巧合的困境，意思是得同时满足你有他要的和他有你要的两个条件，交换才能成。这效率太低了，根本撑不起分工带来的大量交换需求。慢慢的，人们就琢磨出了一个办法，先把自己的商品换成大家都愿意要的东西，再用这个东西去换自己需要的商品。比如一开始有人发现粮食、牲畜这些东西大家都需要，就先把小麦换成大米，再用大米换棉衣。后来又发现贝壳、石头这些东西好保存，一携带，慢慢成了更通用的交换中介。斯密观察到，在很多原始部落里，贝壳、兽皮都曾充当过这种中介，本质上它们就是最早的货币雏形。但这些雏形有个大问题，要么不好分割，比如一头牛，你想换半匹布，总不能把牛砍成两半；要么容易损坏，比如粮食放久了会坏。后来人们发现金属，比如金、银、铜，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第一，金属好分割，一小块金子能分成更小的颗粒，方便换不同价值的商品。第二，金属不容易坏，埋在地下几十年都不会变质，适合长期保存。第三，金属产量相对稳定，不会像贝壳那样随便就能捡到，能保证值钱。于是，金属慢慢成了主流的交换中介，真正的货币就这样诞生了。这里咱们要特别注意斯密的一个核心观点，货币不是财富本身，只是交换的工具。就像你用手机扫码付款，手机里的数字不是财富，能买到的面包、牛奶才是。古代人用银子买东西，银子本身也不是财富，它只是帮人们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比如农民的小麦、工匠的工具，转换成别人的劳动成果的桥梁。斯密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货币就像车轮，能让商品交换这个车子跑得更快，但车轮本身不是目的地。很多人容易犯的错就是把货币和财富搞混，觉得手里的钱越多越富。但斯密早就提醒过，如果一个国家印了大量货币，可商品总量没增加，结果只会是钱不值钱。以前1两银子能买100斤小麦，现在得3两银子才能买100斤，这就是通货膨胀。货币的价值全靠它能换到多少商品，要是换不到商品，再多的货币也只是一堆没用的金属或数字。咱们再看看货币对分工的重要性。有了货币之后，分工才能真正跑起来。农民不用再担心种的小麦换不到棉衣，可以安心种更多粮食，因为他知道小麦能换成银子。裁缝也不用再纠结织的棉衣换不到铲头，可以专心织更多棉衣，因为银子能轻松买到铲头。货币就像润滑油，让分工带来的大量商品能顺畅的流通，让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专业劳动换到五花八门的生活所需。这也是为什么斯密说没有货币，分工就没法充分发展。讲到这儿，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有了货币之后，商品该卖多少钱呢？比如同样是1尺布，为什么有的卖1两银子，有的卖2两银子？一个面包和一件棉衣价格差异背后又有什么规律？这就涉及到商品的价格密码，也是咱们下一部分要拆解的核心问题。搞懂了价格怎么定，
咱们才能真正看懂钱和商品之间的关系，也能更明白自己买东西赚工资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有了货币这个交换中介，咱们买东西时总会问，为什么这个贵那个便宜？比如一杯奶茶卖15元，而一瓶矿泉水只卖2元，一件羽绒服冬天能卖上1000块，夏天却只要几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把商品价格的密码拆解得明明白白，核心就2个：价格由什么构成，价格为什么会波动。先来说第一个问题，任何商品的价格说到底都由3部分组成，斯密把它们叫商品价格的3个组成部分。咱们用日常例子一拆就懂，比如你在街边买的一个肉包子，它的价格里藏着什么？首先是工资，擀面的师傅、包包子的工人、卖包子的店员，他们干活需要拿报酬，这部分成本会算进包子价格里。其次是利润，包子铺老板租了店面，买了面粉和猪肉，他得有赚钱的空间，不然就不会再开这个铺子。最后是地租，老板租的店面属于房东，房东要收租金，这部分也得加到包子价格里。不管是奶茶、矿泉水还是羽绒服，价格本质上都是工资加利润加地租的总和，只是不同商品里这3部分的占比不一样。咱们再举个更直观的例子，一件品牌羽绒服，它的工资包括设计师画图的报酬、工厂工人缝制的工资、门店导购的提成，利润包括品牌方的运营利润、经销商的销售利润，地租则包括工厂厂房的租金、品牌门店的租金，尤其是在市中心的门店，地租占比会更高。冬天羽绒服贵，除了需求增加，还有一个原因是冬天的原材料，比如羽绒采购成本高，而原材料成本最终也会分摊到工资或利润里。比如采购羽绒的钱给了养殖户，这属于养殖户的收入，本质也是广义上的劳动报酬。搞懂了价格的构成，咱们再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商品价格会变？比如夏天的西瓜比冬天便宜，刚上市的草莓比过季的贵。斯密把价格分成了2种，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这对概念能完美解释价格波动。自然价格就是商品应该卖的价格，比如长期来看，一个包子的价格得够覆盖面粉、猪肉的成本，加上工人工资、老板的合理利润和房租，不然老板就会亏本，慢慢就没人卖包子了。这种能让生产者不亏不赚、愿意持续生产的价格就是自然价格。就像奶茶店一杯奶茶的自然价格得让老板付得起房租、员工工资，还能赚点维持运营。要是长期卖5元一杯，连成本都不够，店肯定开不下去。而市场价格就是咱们实际买到手的价格，它会因为供求关系上下波动。比如夏天大家都想吃西瓜，需求变多了，但西瓜的供应量没跟上，市场价格就会比自然价格高。到了冬天，西瓜产量少，供应变紧张，价格也会涨。等春天西瓜大量上市，供应超过需求，价格又会跌回自然价格，甚至比自然价格还低。斯密说，市场价格就像钟摆，始终围绕自然价格摆动。因为如果价格涨得太高，会有更多人去种西瓜，等西瓜供应增加后，价格就会降下来。如果价格跌得太低，没人愿意种西瓜，供应减少后，价格又会涨回去。咱们再用身边的例子验证，为什么春节前后的菜价会涨。因为春节大家买菜多，需求增加，而很多菜农回家过年，蔬菜供应减少，市场价格就会高于自然价格。过了春节，需求减少，供应恢复，菜价又会降下来。为什么1线城市的房租比小城市贵？因为1线城市的土地更稀缺，供应少，想租房的人更多，需求多，所以地租高。而地租会分摊到商品价格里，比如同样一杯奶茶，1线城市的租金成本高，所以卖得比小城市贵。这里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不同商品的价格弹性不一样，也就是价格受供求影响的程度不同。比如大米、水这些必需品，就算价格涨一点，大家该买还是得买，需求不会变太多。但像奢侈品、旅游这些非必需品，价格一涨，很多人就会选择不买，需求会明显减少。斯密虽然没直接用价格弹性这个词，但他早就观察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受供求影响的幅度比奢侈品小得多。讲到这儿，咱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既然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润、地租构成，那这3部分的钱最终会落到谁手里？工人拿工资，老板赚利润，地主收地租，这不就是财富在不同人之间的分配吗？比如一个包子卖2元，里面5毛钱是工人工资，3毛钱是老板利润，2毛钱是地租，剩下的1元是原材料成本。而原材料成本最终也会分成种植小麦的农民的工资、卖面粉的老板的利润、面粉厂的地租。所以搞懂价格的构成，其实就搞懂了财富分配的基础。
下一部分咱们就具体聊聊工资、利润、地租这3笔钱到底是怎么定的，为什么有人工资高，有人利润多，有人地租贵。搞懂了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润、地租构成，就等于摸到了财富分配的脉络。整个社会生产出的财富最终会分成3部分，分别流向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但为什么有人月薪几万，有人只赚几千？为什么有的行业利润丰厚，有的却薄利多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把这3者的分配逻辑讲得明明白白，每一条都能对应到咱们的现实生活。先说说最贴近普通人的工资。很多人觉得工资是老板大方给的，其实斯密早就说破了，工资高低本质是劳动供求决定的，就像市场上的商品，想要的人多，供应少，价格就高，劳动力也一样。某个岗位缺人，老板就会开出更高工资抢人，要是某个岗位求职者扎堆，工资自然高不起来。比如这些年的程序员、新能源工程师，因为行业快速发展，需要大量人手，工资就比传统行业高。而像传统文员岗位，因为能做的人多，工资涨幅就比较慢。除了供求，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影响工资，就是国家财富增长的速度。斯密说，工资高不高，看的不是国家有多富，而是国家富的有多快。比如2个国家 ，A 国已经很富，但经济好几年没增长，企业不需要扩产，也就不需要更多工人，工资很难涨。B 国虽然没 A 国富，但每年经济都在快速增长，企业不断开新厂、扩规模，需要大量招人，工资就会跟着涨。咱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正是因为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普通工人的工资才从几百元涨到几千元，这背后就是财富增长带动工资上涨的逻辑。还要注意一个反常识的点，工资不是越低对企业越好。如果工资太低，工人吃不饱穿不暖，就没力气干活，也不会愿意长期留在岗位上，企业反而要频繁招人，培训成本更高。斯密早就发现，合理的工资能让工人更稳定、更有干劲儿，反而能提高生产效率。就像现在很多企业给工人涨工资、发福利，不是单纯好心，而是知道这样能留住人、提高效率，最终对企业更有利。接着看利润，很多人觉得利润是卖的贵赚的，其实斯密说，利润高低核心是资本竞争决定的。一个行业如果利润特别高，就会有更多老板带着资本进来抢生意，大家互相竞争，要么降价吸引客户，要么增加成本提升品质，最后利润会慢慢降到合理水平。比如前几年的奶茶行业，刚开始开一家火一家，利润很高，结果大量资本涌入，街上到处是奶茶店，很多品牌只能靠降价促销，利润也跟着变薄。利润还有一个规律，资本越多的地方，利润通常越低。比如在1线城市做生意的老板多，资本密集，不管是开餐厅还是开超市，竞争都很激烈，利润空间就小。而在偏远的小县城，资本相对少，竞争没那么激烈，有些行业的利润反而比1线城市高。斯密举过例子，同样开一家杂货店，在伦敦的利润可能只有10%，在小乡镇却能达到20%，因为伦敦的资本多，竞争强，乡镇则相反。最后说说地租。地租看起来是地主平地收钱，背后也有明确的逻辑。地租高低本质是土地的稀缺性和产出能力决定的。一块土地如果位置好，能种出更多粮食，或者能盖高楼、开商场，地租就高；反之，偏远贫瘠的土地地租就低。比如城市中心的土地，因为能吸引大量人流，开商店、建写字楼能赚很多钱，地主自然能收高价地租。而农村偏远的耕地，因为只能种庄稼，产出有限，地租就低。斯密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粮食的地租最稳定，因为人总得吃饭，不管经济好坏，对粮食的需求都不会大幅波动，所以种粮食的土地地租不容易大起大落。而用来盖游乐场、开电影院的土地受经济形势影响大，经济不好时大家少娱乐，这些土地的地租可能会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主愿意把土地租给农民种粮食，因为地租更有保障。这里要特别注意3者的关联，工资、利润、地租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比如一块土地的地租涨了，老板开工厂的成本就会增加，要么降低利润，要么提高商品价格。商品价格涨了，工人的生活成本增加，就会要求涨工资。3者的平衡最终决定了财富在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分配比例。搞懂了财富怎么分，新的问题又来了，老板手里的资本该投到农业、制造业还是零售业？不同的投向对国家财富增长的贡献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核心，资本的去向。
因为资本投在哪里，不仅影响老板的利润，更关系到整个社会能生产出多少财富，最终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聊完财富怎么分，咱们得把目光转向财富的源头，也就是老板手里用来赚钱的资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说，资本就像播种的种子，种在不同的土地上，长出的财富果实数量天差地别。他把资本的用途分成了4种，还按对国家财富的贡献大小排了序。搞懂这个排序，就能明白钱该投在哪，才能让整个社会更富。首先得明确，斯密说的资本不是咱们普通人手里的零花钱，而是用来生产商品、创造更多财富的钱。比如农民用来买种子、化肥、农具的钱，老板用来开工厂、买设备、雇工人的钱，这些能生钱的钱才是真正的资本。如果钱只是存在银行里不动，或者用来买奢侈品自己享用，那就不算资本，因为它没参与商品生产，也没创造新财富。接下来，咱们按斯密的排序看看资本的4种去向。第一种是农业，斯密把它排在第1位，认为这是对财富贡献最大的资本用途。为什么？因为农业能直接生产最基础的生活资料，粮食、蔬菜、肉类，这些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也是其他行业发展的前提。没有农民种出粮食，工人就没力气干活，老板也没法开工厂。而且斯密发现，农业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它能创造额外的价值。比如农民种下1斤小麦种子，最后能收获10斤小麦，除了自己吃喝留种，还能剩下8斤用来交换其他商品，这就为社会增加了新财富。就像咱们国家一直重视农业，每年投入大量资本支持农民种地，改进农业技术，就是因为农业是整个经济的压舱石，只有农业稳定，其他行业才能安心发展。第2种是制造业，排在第2位。制造业的作用是把农业生产的原材料加工成有用的商品。比如棉花本身不能直接穿，经过纺织厂加工成布，再经过服装厂做成衣服，就变成了能满足人们穿衣需求的商品。木材本身不能直接用，经过家具厂加工成桌子、椅子，就有了更高的价值。斯密说，制造业能提升商品的使用价值，让原材料从半成品变成成品，从而创造更多财富。比如同样是1吨棉花，直接卖棉花可能只值1万元，加工成布料能值3万元，做成衣服能值5万元。资本投到制造业，能让同样的原材料产生更高的价值，这也是制造业对财富增长的核心贡献。就像很多国家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后，经济会快速增长，就是因为制造业能大幅提升财富创造效率。第3种是批发业，我们现在叫物流业，这个排在第3位。批发业的作用是把商品从生产地运到需求地，解决商品在哪里生产和人们在哪里需要的矛盾。比如南方的水果在当地产量多，价格低，但北方的人们想吃却买不到，批发商用资本把南方的水果运到北方，让北方人能吃到水果，也让南方的果农能卖出更多水果。斯密认为，批发业虽然不直接生产商品，但它能让商品流通起来，让不同地区的人都能享受到其他地区的商品，同时也让生产者能扩大生产规模。比如，如果没有批发商，农民种的蔬菜可能只能在本地卖，销量有限。有了批发商，蔬菜能卖到全国各地，农民就愿意种更多蔬菜，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但要注意，批发业只是搬运财富，它的价值建立在农业和制造业已经生产出商品的基础上，所以贡献不如前2者。第4种是零售业，排在第4位。零售业的作用是把商品直接卖给最终消费者，解决商品在批发商手里和消费者需要少量购买的矛盾。比如批发商手里有1000件衣服，消费者一次只需要买1件，零售店就把衣服从批发商手里拿过来，一件一件卖给消费者。斯密说，零售业能让商品最终到达使用者手里，方便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咱们家附近的便利店、超市就是典型的零售业，他们用资本进货开店，让我们能随时买到需要的商品。但和批发业一样，零售业也不直接生产商品，只是传递财富，而且它的覆盖范围比批发业小，所以对财富的贡献最小。这里咱们要特别注意斯密的一个核心观点，资本投到农业和制造业是直接创造新财富，投到批发业和零售业是辅助财富流通。虽然批发业和零售业也很重要，没有他们商品没法到达消费者手里，但如果没有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出商品，批发业和零售业就成了无米之炊。比如一个国家如果只靠倒买倒卖其他国家的商品，只发展批发业和零售业，没有自己的农业和制造业，经济就会很脆弱。一旦其他国家停止供应商品，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困境。
而有自己农业和制造业的国家，就算外部环境变化，也能依靠自己的生产满足基本需求，财富增长也更稳定。搞懂了资本的不同去向对财富的影响，咱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国家该不该管资本的投向？比如，国家要不要鼓励资本投到农业和制造业，限制资本投到其他行业，或者国家干脆不管，让老板自己决定把钱投在哪？这就涉及到私密关于国家该如何对待经济的核心思想，也是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关键问题。国家该管还是放手？搞懂这个问题，就能明白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聊完资本该投在哪，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来了：国家要不要插手经济？比如，要不要禁止外国商品进口，保护本国企业？要不要规定商品的价格，防止老板卖太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用一整卷的篇幅批判了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做法，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放任思想。简单说，就是国家少管，让市场自己跑。而支撑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大家常听的看不见的手。咱们先从斯密批判的重商主义说起。在斯密那个时代，欧洲各国都信奉重商主义，觉得国家要富就得多出口，少进口，多赚外国人的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国出台了一堆奇葩政策。比如英国禁止外国的棉布进口，怕本国的纺织厂没生意；法国对进口的葡萄酒加高额关税，让外国酒卖得比本国酒贵。有的国家甚至规定商人只能用本国的船运货，哪怕外国船更便宜更快。斯密一眼就看穿了这些政策的问题，看似在保护本国利益，其实是在坑老百姓，害企业。比如禁止外国棉布进口，本国的纺织厂就没有竞争压力，不用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反而能把棉布卖得更贵，最后吃亏的是想买便宜棉布的老百姓。再比如对外国葡萄酒加关税，普通消费者想买性价比高的外国酒就得花更多钱，而本国的酒厂因为有保护，也懒得提升酒的品质。斯密说，国家干预就像给市场绑上了枷锁，既让消费者买不到更便宜的商品，又让企业失去了进步的动力。那该怎么办？斯密提出最好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让市场里的每个人、每个企业都自由地做选择。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老板想开什么厂就开什么厂，消费者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国家别瞎掺和。为什么这样可行？因为斯密发现市场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让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咱们举个例子，一个面包店老板想多赚钱，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会怎么做？他会想办法改进手艺，让面包更好吃，会想办法降低成本，让面包卖得更便宜，还会延长营业时间，方便更多顾客买。这样一来，老板赚到了更多钱，消费者吃到了更便宜、更好吃的面包，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增加了。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再比如，一个农民想多赚钱，会努力种更多粮食，提升粮食品质，结果不仅自己收入增加，还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生活资料。斯密说，每个人不用刻意为社会做贡献，只要把自己的事做好，市场自然会把大家的努力汇总成社会的进步。当然，斯密不是说国家完全不管，而是说国家要管该管的事，把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他明确提出了国家的3个有限职能，这3个职能直到今天还是很多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第一个职能是保护国家安全，比如组建军队、建设国防，防止其他国家入侵。如果国家被侵略，老百姓的财产、企业的生产都会被破坏，市场根本没法正常运转。斯密说，国家安全是市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是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第二个职能是维护公平正义，比如建立警察、法院，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保障合同能正常履行。如果有人偷东西、抢东西没人管，或者老板欠了工人工资不用还，市场就会乱套，没人敢放心做生意，也没人敢安心工作。斯密认为，国家要做市场的裁判，确保大家都按规则办事，不搞欺诈，不搞垄断。第3个职能是修建公共设施，有些东西私人不愿意修，但对整个社会都有用，比如公路、桥梁、港口、学校、医院，这些设施投资大，回报慢，私人企业觉得不赚钱，不会主动去做。但没有他们，商品没法运输，人们没法受教育，生病没法治疗，市场也没法发展。所以国家要出面修建这些公共设施，为市场运行提供基础保障。这里要特别注意，斯密说的自由放任不是放任不管，而是不干预正常的市场活动。比如，国家不能规定面包必须卖多少钱，不能禁止农民种某种庄稼，但可以打击卖过期面包的黑心商家，可以修建公路，方便农民把粮食运到城里卖。
这两者的区别就是干预市场选择和保障市场环境的区别。搞懂了私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咱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很多国家会放开行业准入，让更多企业竞争，为什么会打击垄断企业，保护中小企业和消费者。这些做法的底层逻辑都是私密当年提出的，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国家做好守夜人。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比如出现了经济危机、环境污染等新问题，后来的凯恩斯、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对私密的思想做了补充和完善，比如提出政府在经济危机时要主动干预，企业要承担环境成本。但这不是私密的错，任何理论都有时代局限，我们要学的不是他的结论，而是他分析问题的逻辑。比如用分工提效看行业发展，用供求关系看价格变化，用利益平衡看财富分配。理解了国富论的价值与局限，咱们就能更从容地用它的逻辑分析现实问题。比如看到某行业工资上涨，能想到是需求增加还是分工细化；看到某商品价格波动，能想到是供求变化还是成本上升。下一部分咱们就具体聊聊怎么用国富论的逻辑看世界，把这些理论真正变成自己的分析工具。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国富论留给今天的遗产。不管是对咱们个人的工作理财，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本书里的思想到底有什么用？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它的局限性，明白哪些观点需要结合时代发展去调整，这样才能真正把国富论的智慧用在现实生活里。200多年过去，国富论里的很多具体案例，比如制针厂、手工纺织早已过时，但私密分析经济的底层逻辑却像一把万能钥匙，能帮我们看懂今天的职场、理财、市场规则。它不是一本只能放在书架上的经典，而是能直接指导生活的实用手册。咱们从个人和社会两个维度就能看清它的价值。先说说对个人的用处，这也是最贴近咱们生活的部分。第一，帮你选对职业方向。斯密说，分工越细、需求越大的行业越容易创造价值，这个逻辑放到今天的职场依然成立。比如现在的新能源行业分工细，有电池研发、整车设计、智能驾驶等细分岗位，市场需求大，全球都在推新能源汽车，所以相关岗位的工资高，发展空间大。再比如人工智能行业，细分出算法工程师、数据标注师、AI 训练师等岗位，需求持续增长，从业者的职业前景也更广阔。反过来，那些分工模糊、需求萎缩的行业，比如部分传统纸质媒体、落后的手工加工业岗位，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看懂分工加需求的逻辑，你在选工作、换行业时就不会只看当下工资高不高，更能判断长期有没有发展。第二，帮你避开理财误区。斯密反复强调，财富不是货币本身，而是能创造商品的劳动和资本，这戳中了很多人理财的痛点。比如有人觉得把钱存银行就安全，但如果银行利息赶不上通货膨胀，比如1年利息2%，物价涨3%，手里的钱其实在缩水，因为他能买到的商品变少了。按斯密的逻辑，更合理的理财方式是让钱变成能创造价值的资本，比如投资能生产优质商品的企业，可以通过股票、基金等方式，或者学习技能提升自己的劳动价值，相当于给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就像一个人花1万元报班学编程，学会后工资每月涨2000元，这就是投资人力资本带来的回报，比单纯把钱存着更有意义。第三，帮你看懂消费背后的逻辑。比如为什么同一款商品在1线城市卖得比小城市贵，斯密会告诉你，这是地租加工资的差异。1线城市的店铺租金高，店员工资高，商品价格自然更高。为什么品牌商品比杂牌贵？因为除了质量差异，品牌方的利润里包含了研发、营销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会分摊到价格里。看懂这些，你消费时就不会盲目觉得贵的就是好的，也能理解性价比的本质是价格与背后的成本价值匹配。再看对社会的用处，国富论的思想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经济规则。第一，让我们明白自由竞争的重要性。斯密说，竞争能让商品更便宜，品质更好。今天我们看到的打破行业垄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本质都是在维护自由竞争。比如以前有些行业只有少数几家企业，商品价格高，服务差，后来国家放开准入，更多企业进来竞争，价格降了，服务也提升了。就像手机行业，10几年前只有少数品牌，现在国内外品牌竞争激烈，消费者能买到性价比更高的手机，这就是斯密自由竞争思想的现实体现，它最终惠及的是每一个普通人。第二，让我们重视劳动价值的公平分配。斯密认为，合理的工资能提升效率。今天我们强调提高劳动者收入，
保障农民工工资、完善五险一金，都是在落实这个理念。如果劳动者得不到合理回报，不仅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还会导致没人愿意从事重要岗位。比如，如果护士工资太低，工作太累，就会出现护士短缺，影响医疗行业的正常运转。只有让劳动价值得到公平分配，才能让整个社会的生产持续运转。第三，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虽然今天的经济环境比私密时代复杂，比如有经济危机、环境污染等新问题，但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逻辑依然是主流。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商品价格，但会通过减税降费支持企业发展，通过监管打击假冒伪劣，通过修建基础设施保障市场运行。这些做法正是对私密国家做好守夜人思想的延伸和完善。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国富论的局限性。私密生活在工业革命初期，没见过垄断资本主义，比如跨国公司控制整个行业，也没经历过经济危机，比如生产过剩导致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更没预料到环境问题，比如工业生产污染环境。这些问题后来的凯恩斯、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做了补充，比如提出政府在经济危机时要主动干预，企业要承担环境成本。但这不是私密的错，任何理论都有时代局限，我们要学的不是他的结论，而是他分析问题的逻辑。比如用分工提效看行业发展，用供求关系看价格变化，用利益平衡看财富分配。最后想说，国富论不是一本教你赚钱的书，而是一本教你看懂世界的书。它让我们明白，财富不是靠抢、靠囤来的，是靠分工提效、靠自由竞争、靠每个人理性创造来的。国家不是靠管出来富强的，是靠给市场空间、给劳动者保障、做好守夜人来发展的。下次再看到经济新闻或者纠结工作、消费选择时，不妨多想想私密的逻辑。不用复杂的公式，不用专业的术语，就用成本、供求、竞争这几个简单的词，你会发现很多困惑其实都有清晰的答案。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不直接给你鱼，却能教会你钓鱼的方法，让你在往后的日子里自己找到生活的答案。最后的最后，恭喜你又看完了一本书。